明明是初中辍学，却说自己考上了哈佛，20年的老底在1个月内被扒得精光。有些话别在这个场面说，有些话说了可能对自己不好，有些话说了可能有人不高兴。我上面有人。更有网友发现他口口声声说着自己是藏族人，结果一开口竟然是日语。对，日本人ですか？在北京自称老北京，到西藏说自己是藏族，还曾称自己是山东人，换一个场合就换一套身份，一切的塌房导火索都始于2026年6月那句走个面。这位娘们能不能给走个面？冯小刚新片《抓特务北京》首映礼上，身为配乐制作人的韩红对着台下鞠躬喊话：“走个面，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，您受累，您走个面，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。”可电影上映10天，票房仅9700万，距离3亿投资的回本线遥遥无期。没人料到影片没爆，韩红自己先被舆论扒了个底朝天。最先碎掉的是他讲了16年的爱国学霸人设。早在2010年的访谈中，韩红就主动爆出自己曾拿到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。我曾经考了一所大学，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。我到今天还保留着这个录取通知书。哪儿啊？哈佛，这是我之前对任何媒体没有透露过的。我觉得可能中国这片土地更需要我。这套为祖国放弃顶尖名校的说法，他整整说了16年。直到哈佛大学招生办给出官方回应，核查全部录取档案后，没有任何名为韩红的人被录取，也从未发出过录取通知书，真相随即被戳穿。公开资料显示，韩红初2便退学，没有完整初高中完学。后续虽考入国内音乐院校深造，但哈佛本科明确要求国际申请者必须提交完整高中毕业证与4年成绩单，连申请资格都不具备的人，根本不可能拿到正式录取通知。如果说学历、人设是精心包装的光环，那公益与个人言论、履历的多重争议，则彻底击碎了大众信任。韩红曾公开讲述自己的创作初心，声称1995年奶奶拿出3万块支持她做音乐。因为我们家里很穷，奶奶从那个睡觉的枕头里拿出来零零碎碎的钱给我，那你一共攒在一起是3万块人民币。可很多人不知道，当时普通月薪只有400-500，3万块相当于普通人不吃不喝整整5年的全部收入。在90年代，这笔巨款是无数家庭穷尽数年都攒不下的积蓄。如此珍贵的血汗钱出处，至今没有任何详实佐证，经不起细节推敲。更矛盾的是，韩红曾坦言自己前往甘肃藏区做公益时，捐款不够200万时，还在感慨为什么无人愿意捐款。筹款越来越难了，就连我们过2天要去甘肃藏区的钱还没筹到呢。多少钱？200万。现在没有人愿意捐钱，哭诉自己不认识任何商界大亨，无人助力公益。为什么不可以找大亨呢？我不认识啊。你说你不认识大亨，谁信啊？我真的不认识。你退伍之后，华路百大公司邀请你去做董事长、CEO。对。看到媒体报道说是，其实最大程度是看中你的人脉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什么也没干。你还是他们的股东哦，是大股东，占51%的股东。是。手握绝对话语权，一边感慨无人捐款，公益举步维艰，一边牢牢把控企业核心股份，言行相悖的反差，让无数真心捐款的普通人倍感寒心。多重争议叠加之下，基金会账目问题更是直接动摇了大众的信任根基。2005年年报显示，基金会全年总收入7.83亿元，99.04%来自社会捐赠，其中10万元以下的零散捐款占总募捐额的90%。支撑这笔收入的核心是月捐机制，每月50、100元自动从普通打工人账户扣除。截至2023年，月捐人超16万，大多是80、90后的普通上班族。可另一边，基金会理事长年薪超61万，秘书长年薪超62万，是同行业均值的近7倍。短短1个月，韩红积攒20年的路人缘大幅折损，人设再完美也经不住深究，口号再响亮也要经得起查证。